为了避免一些人呢误以为我因为国泰航空啊，我最近做了一次国泰航空的不愉快的体验啊，那么到时候会觉得我是不是在怪香港或者说香港不好的话啊？那么我借此啊，然后我再做一个视频，就是说香港曾经对我对香港的服务体验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好的印象啊。比如说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去香港，那个时候去香港的话是跟2位广东朋友一起去的啊。那么他们的话肯定会说广东话啊。然后没去之前，我们在东莞啊、深圳啊，然后就坐车过去嘛啊。坐车过去的话，他就跟我聊起说香港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啊，比较有礼貌或者怎么样子比较文明啊，素质非常高。后来去了之后呢，到了旺角之后啊，刚出地铁站我就感觉到一股港剧风啊。然后呢，我们逛了衣服店啊，衣服店的话，就是门口就有店员会在招呼啊、呐喊或者说招呼客人嘛。然后呢，就是你一走进去之后呢，他就会过来问你啊，有没回帮雷啊？就是说有什么可以帮你啊？然后呢，你就说随便看看都没问题啊。然后你这个看看，如果不要的话，他也会说啊，随便看啊，没关系的啊。然后就是你不买也没关系的，你试穿多试啊，不买他也绝对不会给你什么脸色看的，不会有这种倾向的啊。所以说那时候就是说，对他们的服务态度，我觉得非常敬业，然后呢又非常有活力，我感觉那时候你完全不用在意啊，不会去刻意的想这个怎么样，甚至后面有人告诉我说，那个当你掏出什么中国的银联卡的时候，人家就脸色变掉了，就是有些人会说粤语嘛，但是掏出银行卡的时候是国内的内地的信用卡，人家脸色变掉，这种情况之前是没有发生过的，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后面去了一家手机店啊，也在油尖旺去的，因为油尖旺逛街比较好逛啊。手机店呢，那个时候香港的手机，也可以说水货嘛，就是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啊，是免税的手机是吧？那时候手机的话要比内地要便宜，尤其是诺基亚那个年代啊，所以说呢，香港还有很多这种类似于二手手机是14天什么翻新机啊，14天机啊，国外那个有14天机是吧？官方翻新机这种，所以说呢，这种机器的话就是老外打开过，用了14天之内啊，然后退货，然后呢就是这些货呢流到香港来，所以说这种机器很便宜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去了一家店铺，那个店铺的话就是刚进去的时候啊，他用英语跟我们讲啊，然后发现我朋友他们讲粤语，他就跟我朋友讲粤语，然后发现朋友跟我讲普通话，那么他在跟我讲普通话啊。那个叫 Benny 的一个人，就是后来他一问啊，是巴基斯坦人，我发现他好厉害啊，就是看到任何人就是都能语言就是换来换去换啊。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这个会不会写啊？他说他只会说啊，写不太可以啊，就写文字不太会写啊。后面的话，这个 Benny，然后买了手机之后啊，然后加了个 MSN 啊，然后后面网上还联系啊，后面他曾经还打电话过来过啊，就是他说你打给我电话费很贵，然后我打给你吧，你就把号码给我，然后我打给你，然后就聊也行啊，然后这种手机的报价啊，问手机啊这事情。那还有一件事情的话，就是我帮我一个大哥啊，比我年长10多岁的大哥，他呢以前是一个外贸经理吧，经常去香港啊，然后呢一年可能去1-2次这种的啊。就是有一次我要去香港，然后他跟我说他上次香港买了个手表，那个手表的话他说那个表带不太好，或者说不太合适啊，然后让我帮我带过去。带过去之后呢，在北角啊，然后非常远，然后要过这个海底隧道啊，然后要坐地铁过去啊。那北角那地方还特别挤，这个店呢还比较难找。然后呢，我在想，你这个表都用了这么久了，你还能换吗？我在想啊，是吧？然后过去之后结果人家真的给你换了啊！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结果，就是人家还说了，就是你说你好，那个是不是某某先生啊？你的朋友叫你过来啊？他说某某先生他跟我说过了啊，所以说我在这里等你啊，然后就换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快下班了，天也很黑了，我印象很深。而且北角那地方其实我不太愿意去啊，就是因为那边有殡仪馆，所以说呢，那个天很黑了，我就立马回来了。还有个事情就是关于路边摊的问题啊，比如说香港之前有很多夜市嘛，夜市摊啊，也在旺角那边。
我朋友跟我讲，就是旺角那些卖衣服的这些人啊，当地游客，就是不是当地游客啊，就是外国游客啊，比如说日本的、韩国的、俄罗斯的游客啊，到香港来，你会那个时候就会发现那些卖衣服的这种中年妇女吧，或者是这样子的啊，那些女的，说实话，其实他们会多国语啊，会俄罗斯语啊、什么日语啊、韩文啊这种英语啊，这根本就不在话下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那个时候香港真的非常多元化啊，会多国语言，我很佩服那些在夜市上摆摊的那些女商家吧啊。所以说呢，那时候就是给我的印象就特别好，特别牛逼啊。包括那个 Benny 那手机店那个 Benny 那个是巴基斯坦人，他也会很多语言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的佩服啊，我觉得很羡慕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去的时候啊，那个09年刚刚去的时候呢，就是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坐电梯，比如说地铁上出站啊，出站电梯的时候，那个左右扶梯嘛，它一般来说是左边是要走人的，右边的话你可以站立然后不动啊。那我也不知道，然后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就是并排并的站着讲话啊，然后我朋友知道的，然后朋友后面有个人一直在念啊，在说唔该啊，说3字啊，我记得很牢。我在想他在说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我也没妨碍他啊。那个时候其实主要是我不懂，然后呢，我朋友把我一把拉开啊，然后说，哎，你让他下。然后呢，朋友跟我讲了，他说那个香港是要左边通行的，右边是站立的啊，这样子一个规则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了啊，人家就是说那个唔该的话，说实话就是一个类似于不好意思的问题啊。其实我挡了他路啊，他还跟我说3声不好意思，然后他也没有催促我，或者说也没有什么骂人或者说之类的啊。那我不知道现在的话会不会换一种情况，还不会有像这种情况啊？我觉得这种话说明那个人很有耐心啊。如果说你真的不让他的话，他也算了，反正就这么点路是吧？不多几秒是不是？反正就是说给我感觉就是那个人素质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去香港的招商银行香港分行那个地方呢，在中环那边一个美国银行中心。我在想银行总有厕所吧，结果那个厕所要借的啊。然后呢，我后来找了一个阿姨吧借厕所。然后呢，阿姨说实话，其实那个厕所的话其实一般来说的话是不给外面的人上厕所的。然后阿姨去接钥匙，然后接给我接给我之后呢，然后阿姨说她在我这里等我啊，然后我上完厕所之后，我再把钥匙给她。我就有一次，这一次是借厕所经历，其他的话我都没有借厕所经历啊。反正就是说呢，借厕所这种东西吧，一般来说的话，他们是本来所上厕所就是不给外人上的啊。所以说那次的话，我也感谢那个阿姨啊，然后方便了上厕所。因为在香港上厕所，说实话，早很麻烦的，特别是一些商场虽然有厕所，但是东绕西绕，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朗豪坊上厕所，明明就在朗豪坊上厕所，我感觉都要绕到边边角角，走很远啊。所以说呢，那次呢，我感觉那个阿姨等着我，我觉得也是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呢，我就今天就说那个香港一些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些服务态度吧。我觉得这些的话，都是让我对香港产生好感的地方。